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当冬天变成夏天，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这120天后，我们的12位少年会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新的故事呢？《怦然心动20岁冬季篇》返场特辑正式开始。慢点，慢点。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多不舍得。我是奥利，我是白耀 ，Hello， 开心能够在这里再见到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下一组嘉宾，凯凯和妍妍，欢迎。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突然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思念的声音变得好神秘？一个人在记着等陪我的雨季。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你看完了吗？等不到那是谁。故意的吧？这版没看。我也觉得。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会让你好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只是没有你，我分不清那些差别，只要你好想。我是凯凯，我是妍妍，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新闻和周周。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黄金有幸福的倒影。大家好，我是怦然心动的百灵鸟周周。我是新闻，欢迎下一组是小胡和赵宇。哇，他们好甜啊！他们先人手来的。
鱼呀鱼呀。别放手，别放手。大家好，我是张兆宇。哦。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能不能让你前行？就算世界末日，我也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越看越活不下去，游来游去。下面让我们有请恩星。恩星是真的。恩星99。哦。Show you off, show you off.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 哎 what you got? A billion couldn't never bark. Hey, so just forget about the road we on tonight. 啊，风味好足啊 I'm coming for ya, cause oh, I need. 好了，我是恩恩，我是小新，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齐宣 CP， 温柔的神。哇，好甜呀！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奶茶，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我是小轩，我是七月，谢谢大家关注我们怦然。好的，欢迎各位嘉宾们回到我们的《怦然心动20岁》返场特辑。接下来呢，你们将两两登台，介绍你们眼中的彼此，并且回应你们线下相处的近况，以及完成一些粉丝们提出的大冒险。那第一对邀请的就是我们的奥利和白曜。哦，不是第一对。大家好，站在我右边的这一位叫做孙浩辰 ，A.K.A 白千禧王子，配药召唤师，晚自习课代表，今天是采药。今天是采药这什么东西啊？要我用3个词来形容他的话，我觉得会是真诚、体贴和魔丸。对，跟白曜老师的这个人格魅力是否有目共睹？完全有，非常有。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奥利珠。那天这个女孩就用这种方式进入了这个冬天。在我的印象里呢，奥利老师虽然看起来表面上非常的外向，但是他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他会在别人沉默的时候给大家递过去一句话，然后也会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选择先把微笑给别人。奥利老师生活中还是一个
很有仪式感的人，喜欢鲜花和小蛋糕。你怎么知道？人尽皆知嘛。对啊，对啊。在我的眼里呢，奥利老师就是一个一直在发着光的人。我觉得奥利老师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和喜欢。你也是，好吧？好，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要开始爆料了。好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可以没有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如果没有离开旅行的话，那一天你们会给对方留言吗？我会。我也会。你们两个离开节目之后，线下有没有发展？这刺激。就是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其实也有在尝试去接触，然后沟通相处。但是因为一直都是线上的聊天嘛，小姐姐和这位哥也不太适合网恋，所以呢，然后就是都觉得可能相处的模式啊什么的，还是更像是好朋友一些。而且我们觉得朋友会比其他的关系更加长久，然后也觉得对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好战友，很多网友说，怦然有点不适合你们俩，你们俩更适合去心动的信号。你们怎么看？你怎么看？他们有找过我。那为什么没去？因为我就是看过往季的咱们的节目，然后我会每次都看哭，就是我真的有感受到，非常青春的感觉，凑齐了一群人，然后我们未来也会成为特别特别好的一群朋友，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对。其实我跟怦然的缘分很早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就好像是一个之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所以来赴这场约，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说得好。好，接下去不许比我们这个更亲，好吗？加油！回家了，回家了。我们吗？好的，那我们就先欢迎凯凯和妍妍吧。加油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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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妍，然后他在我眼里呢是一个既成熟又幼稚的一个人。虽然他没谈过恋爱，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感情方面他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他很喜欢浪漫，他喜欢很小的一些仪式感。他冷酷，他女王，虽然他有180的身高，但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面。以后如果大家见到妍，记得多夸夸他，他会很开心的。妍全肯定，妍全肯定。哎呀，我要听哭了，有点要落泪。你今天有夸吗？没有，没有。我夸了1天，他又说没有。现在请夸今天的妍，开始。今天很漂亮，今天很漂亮。谢谢。Hello， 李佳凯。虽然之前节目上老是对你特别的严肃，所以今天我会想多夸夸你。你是一个素颜比化妆好看的帅哥。可能我审美不太一样吧。姐妹，你上头了。其实你跟我性格真的很像，我们都有倔强的一面。在喜欢上你以后，我真的有发现了你的更多优点。什么？在喜欢上你后，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在喜欢上你后，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
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夸一夸你，让我想一想，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先从外形上来说，你的面部平整度非常高，鼻子比我挺，面部流畅度也很高，然后皮肤也很白。然后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听劝的人，就是说你穿黑白灰好看，你就真的有在努力的研究穿搭。然后你每次跟我出来见面也都非常的会打扮自己，很认真。有点小性感，有点性感，有点。然后你也会很耐心的陪我玩，即使有些时候很累了，你也会送我到机场。不是，原来你知道这些啊！我老天呀！虽然我之前总是盯着你的缺点不放，但我线下真的有看到你的更多优点。很高兴认识你，李佳凯。很高兴认识你，郑尚元。好的，谢谢你们的互相介绍。你们的许愿池中也有很多粉丝提出了大冒险，现在征求你们的意愿，是否要进行该环节？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我们选择了3个可能在你们现在关系尺度内的大冒险。第一个大冒险是你们的粉丝希望你们一起合跳一支舞，弥补这一季舞会错过的遗憾。可以换我邀请他吗？可以啊，那请凯凯转过去吧。哦。单手吧，单手吧。你先。跟我转圈，我转圈，这对吗？手真的。第2个大冒险是希望妍妍能复刻女王3连问，现在直面李佳凯，当面问他3个问题。现在说不出那么狠的话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天气挺好的，有点冷，那今天心情怎么样？心情还不错，跌宕起伏。怎么又是这句话？那明天心情会怎么样呢？应该也会很好吧。最后一个大冒险，看你们对视15秒。就是那句话是什么？下次可以什么真诚的看着眼睛说什么是吧？到了吧？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爆料时间了。我以为结束了，以为结束了。来，爆料时间，第一个爆料是。听说你们2个人的感情本来是很顺利的，结果转折点是节目结束后的一次饭局。饭局后变成我追他了，饭局后变成我追他了。哇！唉，其实那次饭局我也变得非常非常理性，跟他去聊，但是感觉聊的并不是很顺利。然后
3月3号那天，你跟我说做回100%朋友以后，我有点后悔了，所以我有主动去上海找过你3、4次。哇！后面的故事后面会说。第二个爆料是，妍妍私底下给我发过几次在 KTV 流泪唱歌的语音，说她有点想回到节目里再来一次。你不说我从来不知道。其实每周2、每周3播出时候我都很紧张，然后我每周2、每周3基本都会去 KTV 唱歌，去缓解一下我的情绪。就是感觉可能有些时候会有点后悔吧，后悔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就是情绪很复杂，其实我也跟严凯 P 们一样，就是爱仰卧起坐，爱左脑互搏，所以我会通过这个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Yes， 然后其实线下本人也有变得更加的感性。好的，那我们欢迎第3组周周新闻。今天大家都很累了，我给大家带了豪氏的藜麦吐司面包作为晚上的补给。哇！这个是专门给你的爱心牌面包。哇，七月你怎么这么好？因为你下午不是说你想吃吐司吗？好香啊！七月你怎么这么好？好吃好吃，这玩意儿太好吃了。看给孩子饿的。那我回头也给你做一个爱心面包。加油，周周。好的。报告各位老师，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张新文同学，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他会跟我打4、5个小时的电话，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人。我之前会对感情会比较的负面，或者是不相信，但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会慢慢消解掉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张新文他也是个很毒舌和幼稚的人，他每次都会用他开玩笑的方式来惹恼我，然后在我生气的时候又说：“我错了，我错了，能不能原谅我？”哇！但是就算和他生气，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张新文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想说，看你说，张新文，你真的很好，不要怀疑这一点。哦，原来是可以带手机的。她是周周，是一个笑起来特别甜、特别可爱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女生，即使我们隔着7600多公里见不到彼此，她也会对我讲说：“那我们就在手机上一起看电视吧。”她是一个接我电话很准时的人，虽然有时候会说在跟恩恩和妍妍打电话，所以我有点嫉妒他们2个，但是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很准时的。抱歉啊，新闻。她还是一个有点健忘的人，健忘到每次我开玩笑惹恼她了之后，过几天又可以很快重新开始聊天。总之呢，这个特别可爱、特别勇敢、时而坚强、时而脆弱的小女孩，希望你能一直相信你自己。好的。好的，接下来是爆料时间。你们线下的相处过程中有心动过吗？有。妈耶！是我去广州找了他。当时听说你们甚至有过想要直接确认恋爱关系的冲动，对吗？啊？我觉得是2个人都有过吧。那怎么？我觉得就是看到他有安排很多，就是想让我在广州玩得很开心，因为我只能待2天，然后他就想把那2天安排得很完整，就想带我多逛逛每个要去的景点，所以就觉得很好。
就是我最心动的一个点，可能是当时我们两个在一个马路边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一个路人在推一个老爷爷，就有点发生争执那种。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过去制止他，然后帮助那个老爷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点会比较戳我，对，因为他真的还蛮善良的，听说那个周周经常和恩恩和妍妍聊你的心事，现在想把话筒给到你们两个，你们俩可以随便说一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少女心事吧。我要说一句，这个周周和妍妍他们俩真正的少女心事全都瞒着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我喜欢他什么，我今天才知道，之前没有同时同步给我，对吧？基本同时了吧？我也要说一个，我们每次问恩恩，我说恩恩有时间吗？打电话，恩恩说不行，我要陪小新，他已经等我很久啦。我的天哪！我有一次跟小新说话，他说我要叫恩恩起床。原来都赖我，原来你们的少女心事全赖我。最后一个其实不是问题啊，有一次我在跟周周一起去参加一个线下活动的时候，然后周周提了一嘴说，我好像是所有女生里面唯一一个没有穿过礼服的人。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不想让别的女孩有的东西你没有。真的吗？所以我们。哇！所以虽然我们今年的预算很紧张，我们还是为你准备了一件礼服，然后我们可以去换一下，然后希望你穿着美美的衣服再回到台上来。谢谢你啊！快去换上。走。新闻在节目上穿过西装吗？新闻也没在节目上穿过西装，这什么意思啊？不行，我要给我的新闻准备西装。明成哥，我的西装呢？明成哥。好的，接下来的一组就是我们的赵瑜和我们的小胡啦。简大王加油！加油！大家好，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众所周知，她很美，然后很温柔，也很有才华。但是我有更深入的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她能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早睡早起，然后每天都非常健康。然后，她看电影只看可爱的动画片，因为她太容易共情，看到任何一点就是有遗憾的情节，她都会哭得很凶。第三个是他喜欢晴天，他和他的生活就像晴天，即便有乌云也会透出来光。他能感受到很多细微的美好，就像只要有光线照射，空气中的尘埃也能闪闪发光。我就是那个尘埃。我的天哪！然后。写手了。他觉得我像洋葱，而我觉得他像宝石，是因为它虽然光彩夺目，但是仍然保留了石头的朴素与坚韧。最后，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妈！难怪你刚刚说我要输了。下面由我来给这位胡一阳同学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胡一阳，是我的男朋友。他是胡一阳，
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本人呢，因为跟胡一阳了解颇深，所以说我拿到了一本专属于我的胡一阳使用说明书。我们现在来从头到脚的来观看一下这位胡一阳同学。先看这个头，他的头发呢毛茸茸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很喜欢摸他的头，私下里都会这样抓他。然后我们来看他的脸，他的脸长得非常的标准，是完全击中了我的审美点的。这我非常喜欢他的长相，以及他总是有时候会担心自己长得不好看，但是实际上在我的眼里他是特别好看、特别帅，不是特别，他是我眼里最帅的人。然后我再看这双眼睛，哇！你只要盯着他的脸看，你就会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特别是看他的眼睛。当他生气的时候，你盯着眼睛，可能就知道哦，这个人在闹脾气。你再看他的四肢，他的手让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很爱干净，以及他的手真的很大。我们俩第一次牵手的时候，他能整个把我的手包裹住。所以说，这是我目前眼中的胡一阳。磕到了，磕对了。好的，那来准备你们的大冒险吧。那既然这样，你们应该什么都是可以的，对吧？注意一点尺度。请一阳对着赵瑜边哼唧边叫姐姐。天哪！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哼唧到底是。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两个人走在路上，他就开始然后开始自说自话，或者是在那里唱歌，然后或者是抱着我的时候在那里抱着，演示一下，那就来复刻一下抱着叫姐姐的场面吧。想看。主帧观察。姐姐，不让停哎。好的，第二个大冒险是网友想看你们复刻一组由他们选出来的照片，来吧，第一张，3、2、1，第二张，3、2、1。我的妈！最后一个大冒险，想看于洋接吻。亲一个。哇！天！拍到了吗？是不是没拍到？没拍到。开玩笑的。接下来是爆料时间啊！赵瑜就是看到了易阳发的《水晶球约会日记》的那篇少男日记之后，给我发送了“夯牛胡一阳真男人”3条信息。请问当时是什么心情？当时首先是震撼到了，我说这个男的怎么回事啊？他咋了？就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了他的直白，然后他对我的维护，他面对舆论愿意直接站出来为我发声，或者是更加能够清楚的承认自己的心意，然后为了我做出来这么多东西，我真的很感动。那你给我发完这几条之后，你给胡一阳发了哪3个字呢？我发了我发了我爱你，
据我所知，赵瑜对易阳的备注有一个很长的进化史，请赵瑜简述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当时呢，喜欢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怎么看，正面看萌，下面看萌，背面看萌，上面看萌，所以说就给他备注了一个萌物。第二个，前期一直都是我们两个当时在磨合的时候没有找到最适合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我总是会嫌他话太少了，所以说给他备注的是闷葫芦。第三个是可以给此人一点好脸色，是因为我们当时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后面的时候给我发长文，积极的解决了这件事情，我有感觉到他其实是有在正面的去做一些他能够力所能及并且能做得很好的事，所以说我给他改回从一个不太好的备注改成可以给此人一点好脸色。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又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后面关系更加升温了以后，可能是最近太爱了，然后一个爱情。两个人屡次提到对方恋爱后反差很大，请问具体反差在哪里？赵瑜其实他就是线下跟线上不一样，或者说只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那么活泼，然后他可能比较小女生一点，然后比较黏糊一点，对。那赵瑜呢？我觉得胡杨最大的反差可能就是，其实在我眼里的他真是超级活泼，超级粘人。那你们两个人私底下谁更粘人？我们两个前段时间才分开，分开以后他就开始疯狂的想你，都要掉到台下去。小胡，如果你觉得赵瑜更粘人的话，你要反击吗？我更好的，最后一个爆料，听说两人的父母都很爱看节目。小胡的爸爸朋友圈还发了冰湖重生的 AI 海报。再采访一下双方的父母，最喜欢节目里的哪位男生和女生？反正我爸妈最喜欢的是赵瑜。对不住了，胡一阳。我妈妈属于是间歇性喜欢胡一阳，大部分时候认可白曜的。哇，这。然后女生的话，她每一个女生她都特别喜欢。她其实对奥利的评价特别高。她无数次的告诉我说你应该向奥利学习。你看奥利那么聪明、美丽、大方，然后怎么样，叽里呱啦的给奥利夸得天花乱坠。我说妈，你说的对。咱妈说的可以更好，这赵瑜比我更好。好的，那欢送你们回去吧。接下来我们邀请恩恩和小新。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然后现在也是恩恩的男朋友，然后关于一些小癖好，我有什么小癖好呢？我的小癖好就是恋屁。这是我帮他想的。然后呢，还有我有什么习惯？我的习惯就是黏着恩恩，这也是你想。好，然后现在是作为恩恩的视角，然后来想一下小新都有什么性格特点。就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小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很大大咧咧，然后不会有什么心事的男孩。但是我真的接触他这么久之后，我发现他真的是内心很细腻并且很感性的一个男孩。而且我觉得他是内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能够经常的说共情到一些很细节的点吧，我觉得，所以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OK， 那我是恩恩，然后我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的内耗，然后我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的怂，我不是姚晓松，我也很面对自己很确定、很坚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勇敢，然后我也不是那么的理性。有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也会被一些事情戳中泪点，然后变得很感性。然后我也不是那么的大大咧咧，也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小女孩。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那因为我有讲过，其实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
很独立的人，就算投入到一段感情里的话，也不会去黏着对方，也不会把对方考虑到自己未来的规划里。但是现在好像一切都在发生一些转变，好像就是小新慢慢的进入到了他的人生的规划里，所以这点小新非常感动。人老了就是容易感性。这个介绍的结尾是一个韩语。저는看小新贵여자친구예요。大家骂啥呢？大家又听不懂。小新是恩恩的男朋友吧？翻译就是我是恩恩，然后现在是小新的女朋友。和一个对，맞습니다。对，是的，是的。真 CP 就没在怕的啊。然后下面不是，我是觉得这些人说的还不如我直接自己做呢。开玩笑。我走。开玩笑，开玩笑。我先说第一个比较简单啊，是网友想看的，希望你们比身高。小新的下巴到底在不在恩的头顶呢？在吧。在哦。在啊。哇。正好。严丝合缝。第二个，再来一次身高差大拥抱，来吧。好啦，最后一个难度升级啦，需要小新完成亲酒窝挑战。他现在都笑成这样了。酒窝是什么部位啊？你可以不清楚，你可以亲嘴。不是酒窝是到底是哪？这里，这里。OK。来吧。那下面就到爆料时间了。据我所知，新妈和恩爸也都在追节目，而且很磕恩星，并且小新的家里人好像潜伏在各个 CP 群里啊。哇！其实是我一下节目谈完恋爱，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谈恋爱了。”然后我爸说：“谁呀？”然后我就给我爸看了他的一张照片，当然不是你的帅照，是当时一张紫色的滑雪服，然后在睡觉，然后我们所有人围着他这样的一张。给我爸看这张照片，我爸说：“这小伙子好呀，这小伙子面相好，感觉性格也好。”我爸对你还挺满意的。谢谢叔叔，谢谢，很开心。然后我家里人也是，我一下节目我就跟他们说我谈。其实我旅程过程中就会给他们分享一些这个照片，然后他们就挺喜欢恩恩的。家里人还会经常关注恩恩的直播，可能看的比我都多，而且他们是就是他们很喜欢恩恩，是不是以我的父母的视角去喜欢，而是以恩恩的粉丝的视角去喜欢，就是他们会把我还是他们儿子这件事情完全已经抛之脑后了，就他们说，哎呀，能不能让我带着他们去见一下恩恩，然后但是他们会完全忽略掉，就是这是一个见家长的行为，他们就只会觉得就是啊，我有这个人脉，就是我能带他们见到恩恩，然后他们还想要签名，想要合影什么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第二个问题啊，我这边得知两个人在节目下吵得最严重的一次，恩恩好像是连续快1周吧，完全没有理小新，然后当时是什么情况？最后小新你又是怎么把恩恩哄好的呢？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在磨合的阶段，我们并就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如何去处理吧。就像我是比较着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但可能就是恩会觉得他需要自己先冷静一下，把一些问题想清楚，就是他不希望自己在有情绪的时候和我沟通容易就是伤害到我。我当时不太清楚，就是他是想自己先思考的，我以为他就是不想理我，然后我还找了各位导演们求助，因为我真的以为就是他就是想要准备提了，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想提的话，就不用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节目在播的原因，然后不敢去提吧。真提了你又不高兴，就是希望他真的就是性感了男孩。就是当时就是想的，如果他真的跟我谈的不是很开心的话，就还是就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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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说我当时的想法吧，其实我因为跟小新谈这个恋爱，真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段恋爱，但我觉得很庆幸，也很幸运的是，这个人是小新，他没有选择说因为我的退缩，他就是也退缩或者怎么样，他选择的是那种就是引导我去解决问题吧。他就说你可以有情绪，或者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想法，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讲。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在教我怎么样去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也很谢谢小新能够说包容我在这段时间辛苦了。没有包容。下一个问题想提问恩恩啊，你们因为长时间处于异国恋的状态嘛，听说有一次你跟小新煲电话粥，时间长达7个小时以上，然后且是小新一晚上没有睡，煲电话粥，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是因为我就是做了一个噩梦，醒了之后不敢睡觉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就给小新打电话说，我做噩梦，我没有办法睡着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我就陪着你呗。然后我以为他会，比如说我睡着了，比如30分钟他就挂掉什么，但是只要我醒来，他都一直没有挂电话，一直在陪我。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让人蛮感动、触动。我只是觉得一般打电话就是还是习惯，就是希望他来挂，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挂电话这个事情。下一个问题还是对恩恩说的啊，你每次都会偷偷找 Freddy 要小新很多私下剧照的原图，每一张都会夸好帅好喜欢，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觉得小新很帅，所以要进行收藏是吗？我就是觉得，他不觉得舞会那天真的很帅吗？真的很帅啊！然后我把他舞会的那张照片偷偷设为屏保，但怕被别人发现，就是只敢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设为屏保，点来看一下那种。我都不知道啊。给小新看一眼，给小新看一眼。让我爽一下，让我爽一下。确实帅。想象跟这样一个人聊天，瞬间就没有什么那个气可以生了。好的，那谢谢恩恩，谢谢小新，我们欢迎我们最后一对7月和小轩。那我先开始。对对。那这是7月，然后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啊，他真的很爱睡觉，然后还有喝奶茶。对，每天都可以喝3杯，比你还厉害。然后同时他做事都很有自己的态度，对自己喜欢的人或者喜欢他的人，他都会想展示最好的一面。然后7月跟我不太一样，他是一个会期盼未来的人，对，然后也会鼓舞身边的人，包括我。7月是一个闪闪发光、大方开朗的人，但其实他也有一颗温柔细腻的心，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会以好的、乐观的方式去看待，然后为了自己和其他人开心。对，但是7月你本来就是最美好的事情啊！哇！对。那好了，我的结束了。我就以第一人称来说，大家好，我叫潘伟轩，我是一个刚准备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我刚刚结课。然后我看似可能有一点哀，但是其实熟悉了以后会比艺人还要艺，甚至比艺人还要聒噪、吵闹、调皮的臭屁大男孩。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我也很爱她。那先说到这边。那我们先来一个就是尺度非常非常小的，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合拍，然后就是7月戳脸，小轩在7月的头上比耳朵。哇，这个尺度好简单哦。网友们想看7月复刻拉着小轩领口对视的场面。我想被你看近一点。你们不亲吗？这不亲吗？这怎么忍住的？感觉待会还会有那个。然后网友想看7月跟小轩拥抱对视20秒。没有计时，没有计时。
好香，我脸呛呛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好了，那最后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复刻《First Love》里面那个经典一吻。我的父母稳稳的幸福。我要开始进行爆料了。据我所知，节目第1期的下半集，小轩至今都没有看过。因为你会看了会吃醋吗？我就不太想看，对，没有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哎，你切片没有刷到吗？刷到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他微博发当时那个心情的时候，本来还有小心机，结果没人关注他那条。他说成都的夜有点刺骨。我还要继续爆料，就是有一次7月直播的时候，其实小轩的家人都来了，并且那个榜1、榜2、榜3分别是小轩的妈妈和妹妹，还有他自己。哇，对，就他们就是我妈妈就会问我，就是说7月什么时候开直播，然后他就一直就是手机就会放在那边，对，还用2台手机一起看，对，可能就他觉得就是可以就更多人看啊这样子，对。有一次给你们俩打电话，小轩不是我认识的小轩了，他在电话里一直啦啦啦啦啦。小轩还会戳。小轩有2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现在那样呆滞的，有点像 QQ 企鹅。然后看到7月以后，他就变成了那种混蛋小孩，那种偷玩，戳，你坏。你对我坏，你对我坏。都不记得了，感觉怎么？怎么样的？喵。不。小轩跟7月彼此都互相见过家长了。对，就有见过。对，都有见过。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他吵架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在打视频，然后金宝就咬了他一下，就感觉跟我心灵互通了。他说金宝从来没有这样过，然后感觉突然发疯了。那你们彼此就是见完家长之后，就家长对对方的评价都还不错吧？都全肯定了。很好，很好。觉得小轩很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正式的让男朋友见过家长，这是第一次，然后也是心里其实对他有肯定，所以才说想着说见一下。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然后呢，也是本季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会给你们每个人一段时间，和这趟旅程以及这趟旅程里面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人去做一个告别。那第一个我们有请的人呢，就是我们已经换装完成的周周，有请周周。哇，好美，好漂亮。哇，好美。哇，好适合，好漂亮，真的很美。我感觉现在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次机会能够补上穿上这次礼服，所以我想邀请和我一样没有参加过舞会的张馨雯，你愿意吗？好呀，这是我的西装，我没有西装可能。哎呀，转个圈。转一圈。哇！
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上来。应该的。我是张轩。谢谢。哇，好美。拜拜。大家好，我是周周。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不敢对太多事情抱有期待的人，因为我总会害怕，如果期待太高的话，那个落差我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所以当胡姐、戴老师跟我说，周周，我们现在想跟你确认，你是否愿意以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参与这趟旅程的时候，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你一定要以最真实、最真挚的态度去对待这场旅行。但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多困惑。我自以为是的真实和直率，是否对别人造成了一些困扰？没有，你是最好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妈她在短视频上面刷到一个关于我负面舆论的视频，她就跟我说：“你怎么会对别人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价？”我尝试着从我的感受把那个视频给她解释清楚了，但是我就有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选择加入大家的这个决定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加油，从来没有过。但是就像刚刚一样，总有一群人告诉我，其实你真的很好，很好，很好。所以我又想，如果一开始拒绝大家，我就不会认识你们。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它能够让我抽离出来，从第三视角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了解到了我是谁，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也谢谢所有伙伴们当时对我留下那些很温暖的文字，谢谢。但其实最幸运的还是遇到了张新文。谢谢你公开用那些温暖的文字拖住我。谢谢你在我遭受了那么多负面的舆论的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我吗？我可以现在给你打电话。谢谢我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的时候，你能够蹲下来抱抱我，摸摸我的头。其实我和张新文节目上相处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只能够依靠线上来进行相处。我们聊到3、4点都舍不得睡觉，我们也会，不要。没有你不要拿纸巾，我没有哭，没有，谢谢。其实他去澳洲之前，他就线下来广州找过一次我。那2天相处完那个晚上，我就觉得糟糕了，我真的很喜欢他，我真的很想跟他表白。没有想到之后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当时就好开心，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自作多情。但是我也选择用
理性去压制住了这份想要表白的冲动。在远距离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也发生了很多的摩擦和争吵。我记得最严重的是，当时在准备考研复试的时候，我们两个开始了冷战。那个时间段开始，我觉得我好像按下了暂停键。我的心动的程度和对未来的期望，好像也停在了那一刻。所以，如果我为我们这段感情进行一个定义，我仍然会说我们是没有确定过恋爱关系的O1。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我未来的一生中去，我想在我提起我谈过的恋爱中，我会说起我们这一段。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你还喜欢吗？我也不知道我的逃避会让你伤心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的结尾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有一些话想单独对周周讲。在旅行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你要过一个身份，你还记得你给我的身份是什么吗？怦然心动的张新文同学。对。旅行结束到现在的这100多天里，我们彼此的身份好像变化过很多。我们是可以煲电话粥超过4、5个小时的网友，一起看过很多次电视的剧友。当然，我有时候还是说错话会惹你生气的那个低情商友。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一直很想当那个可以让你开心的小太阳。私下里我们也有探讨很多恋爱里的3观的东西，也许2个都会想很多的人在一起，就会出现我们这种情况，很拧巴。但是现在我想要往前迈一下试试，所以我想问你，你之前给我的身份可以再续约1个月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续约的这1个月，希望我们都可以不去纠结未来会怎么样，好好的专注对彼此的感受。然后，哇，我有一个续约合约，我的妈呀！请看。别。那恭喜你解锁了续约的奖励。啥？哇塞！恭喜你解锁了2张在上海迪士尼的门票。哇！好开心！抱一个，抱一个。哇！干嘛？还要纸？我不是在上面憋住了，我也是，有点泪流成河了，容易哭了，老泪纵横了已经。好的，那就下一对就我们的妍妍和凯凯吧。哇，这么多！哇！